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的菜单命令以及参数设置。EasyKeys 2的菜单栏中，首先是文件菜单，这里提供了新建工程、打开工程、打开最近工程，以及导入 EasyKeys 1代工程文件的命令。接下来是保存工程、另存为以及保存为副本，这些命令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都已经接触过了。再下面是自动保存的工程，在这个子菜单中会显示当前宿主中自动保存的工程文件，我这里还没有自动保存过，以及其他宿主自动保存的工程，包括独立运行版本中自动保存的工程文件。最后是自动保存的参数设置，选择后会打开参数设置窗口，并切换到自动保存设置界面。这里提供了独立运行模式中自动保存以及在宿主软件中自动保存两个选项，您可以按需勾选。勾选后 EasyKeys 2会自动保存工程文件，以防止停电或软件意外崩溃带来编曲工作的损失。下面还可以设置自动保存的间隔时间，默认是10分钟。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自动保存间隔时间。好，我们回到文件菜单中。在文件菜单中，还可以通过将当前工程设为默认命令，把现在的工程设定为 EasyKeys 2每次启动时自动加载的工程。另外，这里还提供了手动加载默认工程与删除默认工程设定的命令。在独立运行的 EasyKeys 2中，文件菜单的最下面还有一个退出命令，选择此命令可以退出 EasyKeys 2的独立运行版本。在编辑菜单中，提供了撤销与重做命令，可以用来撤销我们之前的操作或重新执行被撤销的操作。这里还提供了操作历史菜单，在这个子菜单中可以直接选择要跳转到哪一步的操作状态。编辑菜单中的其他大多数命令已经在前面的课程中都讲解过了，因为这个菜单和我们在歌曲片段上单击鼠标右键打开的功能菜单是一样的。编辑菜单中的最后一项是停止全部音频，用来在由于 MIDI 音符信息阻塞而出现声音长响不断时，对音频引擎进行重置，但这种情况应该极为罕见。接下来是轨道菜单，这里提供了一些关于歌曲轨道的操作命令。首先是新建标签，也就是歌曲轨道中工具栏最右侧的新建歌曲轨道功能。然后是为当前歌曲轨道创建副本，以及删除当前歌曲轨道命令。这些命令也会出现在歌曲轨道标签按钮的右键菜单中。当我们只有一个歌曲轨道时，是不能执行删除命令的。轨道菜单中还提供了录制相关的命令，这里包括激活录制按钮时同时激活的内容，包括播放、节拍器以及预备拍，这些默认都是没有勾选的，代表我们激活录音按钮后不会自动开始播放，也不会自动激活节拍器和预备拍。如果需要同时激活某个功能，就可以在这个菜单中进行勾选。在这个菜单的底部还提供了一个将录音范围限定在循环区域命令，也就是只在当前所设定的循环范围内进行录制。接下来是显示3拍子，勾选这个命令可以让歌曲轨道的标尺栏显示为43拍或86拍，不勾选这个选项则是44拍。然后是自动循环所选事件，勾选这个选项后，当我们选择某个歌曲片段或某个和弦时，会自动将其设定为循环区域，并自动启用循环功能。轨道菜单中还有自动滚动命令，
默认是勾选的，代表在播放过程中，如果播放指针超出了当前的歌曲轨道显示区域，则歌曲轨道会自动向前滚动。接下来是设置轨道长度，选择这个命令会显示一个轨道长度设置窗口，可以用来设置歌曲的总小节数，可设定的范围是50到10000小节，默认是200小节。如果歌曲速度是120的话，200小节就相当于6分多钟。另外，当我们的歌曲轨道编排超过200小节时，歌曲轨道会自动向后延长，所以这个参数我们通常是不需要手动去设置的。轨道菜单中还提供了移动播放指针的相关命令，这里包括了向左移动1个小节，向右移动1个小节，向左8小节，向右8小节，以及回到最开始的位置。每个命令都有对应的快捷键，使用快捷键要比使用菜单命令方便得多。接下来是打开调号编辑器、节拍编辑器以及速度编辑器，这些命令我们都接触过了。再下面是编辑和弦，子菜单中有一项在选择和弦时进行预览命令，默认是勾选的，代表我们在和弦选择器中选择和弦时，会自动回放出和弦的声音。再下面是将歌曲轨道导出为音频文件，导出为 MIDI 文件，以及导入 MIDI 文件和从 MIDI 文件导入速度信息。这些命令在前面的课程中也都详细介绍过了。在设置菜单中提供了不同功能的设置命令，每个命令都会打开参数设置窗口，并且会自动切换到对应的功能界面中。一共有7个功能界面。首先是常规设置，这里提供了旋钮的操作模式，默认是直线模式，也就是拖拽旋钮时上下移动鼠标来进行调节。也可以选择成圆形模式，也就是拖拽旋钮时要围绕旋钮做环形运动来进行调节。这里还有个相对圆形，代表参数会基于原先的数值进行改变，否则就是将鼠标点击的位置作为参数改变的基础数值。接下来是首个小节的编号，默认是1，有的宿主软件开始小节是0，就可以在这里选成0，便于我们与宿主软件中的小节编号保持一致。接下来是宿主软件停止播放时，是否同时也停止对歌曲轨道的播放，默认是勾选的。再下来是 MIDI 输出功能，激活后可以将 EZKISS2 内部的 MIDI 信号输出给宿主软件，这个功能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介绍过了。接下来是重置缩放与大小，单击此按钮可以将 EZKISS2 窗口的大小恢复到默认设置。下面是将 EZKISS2 的窗口拖放到其他屏幕上时，是否对缩放进行调整的设置。这个功能只能用于独立运行的 EZKISS2， 可以选择总是自动调整，或者不进行自动调整，或者是每次都进行提示。接下来是显示通知，勾选这个选项会显示一些对特定选项或帮助信息的通知。最后是反转鼠标滚轮对窗口水平滚动的方向。这2个选项在 2.0 版本的 EZKISS2 中是没有的，最少要使用 2.0.3 的版本才能看到。然后是快捷键设置界面，这里列出了 EZKISS2 中所有支持使用快捷键来进行操作的命令，以及对应的快捷键，比如撤销、重做、剪切、粘贴等等。单击某个快捷键可以对其进行修改，直接按下您想要使用的快捷键就可以将其替换，也可以单击快捷键右侧的移除按钮，删除指定的快捷键。在这个界面的最下方有一些功能
是属于预先设定且不能修改的功能快捷键。在这个界面的顶部右上方还有一个选项，是否在宿主软件中启用快捷键。如果不勾选这个选项，则这些快捷键就只能在独立运行的 EasyKeys 2中使用了。如果您发现某些快捷键与宿主软件有冲突，或者是在宿主软件中出现快捷键无效的问题，可以尝试取消这个选项的勾选。接下来是节拍器设置界面，这里提供了节拍器的声音预览、节拍、手拍声音调整以及非手拍声音的调整功能。这些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重复说明了。然后是 MIDI 输入设置，这里提供了力度转移的开关以及力度曲线的设置功能，这些我们也了解过了。右侧还可以指定要接收 MIDI 信息的通道号，以及是否允许对音色库进行选择。激活这个功能后，在 VST3 格式的插件中，可以通过库选择控制器来选择音色库，以及在独立运行模式或 AU 以及 AAX 插件格式中，使用程序改变控制器来选择当前音色库中的音色预设。接下来是音色库与路径设置，这里包含2个路径的设置功能，一个是音色库与 MIDI 模板库的路径，另一个是用户预设的路径。如果您想要更改音色库和 MIDI 模板库的路径，可以先退出 EasyKeys 2，然后在本地硬盘上将音色库和 MIDI 模板库移动到想要存放的位置，然后回到这个设置界面中，单击第一个路径右侧的菜单按钮，选择定位文件夹命令，来指定新的音色库所在目录。这里还提供了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当前目录命令。在用户预设路径的功能菜单中，提供了更改用户预设路径命令，以及重置默认路径，和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当前目录命令。这可以便于我们在重做系统前对自己的用户预设进行备份等操作。然后是自动保存设置，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最后是高级设置界面，这里提供了对 MIDI 数据库的重置功能，这可以修复一些节奏界面、乐队匹配、编辑演奏风格以及用户 MIDI 数据功能不正常的问题。下面还有一个可用 CPU 核心数的选择，代表允许 EasyKeys 2使用多少个 CPU 核心进行运算和处理。默认选择的是1。如果作为插件来使用 EasyKeys 2的话，修改这个设置还需要同时修改宿主软件中的 CPU 核心数量设置。一般来说，采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在独立运行的 EasyKeys 2中，设置菜单里还有一项音频与 MIDI 设置，可以用来对音频设备驱动与声卡端口和 MIDI 输入设备进行选择。这在我们前面的课程中也讲过了，不再重复。接下来是查看菜单，这里可以将歌曲轨道区域最大化、最小化，以及重置到默认大小。还有显示歌曲创作音阶窗口。下面还可以设置 EasyKeys 2的界面缩放比例和界面尺寸，以及将尺寸与缩放设置到最小，和将尺寸与缩放恢复到默认命令。下面还有个重新连接所有窗口命令。当我们把节奏界面或网格编辑器或乐队匹配界面以独立窗口的方式打开时，通过选择查看菜单中的重新连接所有窗口命令，可以让所有独立的窗口都重新回到 EasyKeys 2的主界面中。最后是帮助菜单，这里可以显示 EasyKeys 2的软件信息，以及打开在线使用手册和联系官方的在线技术支持。好，以上就是 EasyKeys 2中的菜单命令与参数设置的全部功能。在之前的课程中，我对 EasyKeys 2的讲解
也可能存在一些遗漏。例如，在乐队匹配界面中，顶部工具栏的最左侧还提供了一个节拍器按钮，激活后可以在播放匹配轨道时听到节拍器的声音，便于我们对速度和节拍进行检查。以及在节奏界面中，打点查找功能按钮的下方有个 MIDI 拖拽区域，可以将某个节奏模板或宿主软件轨道中的 MIDI 事件直接拖放到这个区域中，来使用打点查找功能搜索节奏模板。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功能遗漏没有讲解，不过我相信这对于您使用 EZKiss 2来说，应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那么我的 EZKiss 2系列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有关 EZKiss 2的使用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给我，我都会尽力解答。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文杰。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